昨天有一个同学问了我一个复数的难题，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好，已知复数 J1、J2 满足这样的条件则下列结论正确的是。那么遇到这种问题，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？大家记住，凡是提到复数，我们一定要把复数设出来。好，他提到两个复数，第一个式子呢只涉及到复数1。J1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设 J1 等于 A 加 BI， 就是题中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那这个动作叫啥呢？叫做整理已知，捕捉有效的信息。好 ，J1 等于 A 加 BI， 所以 J1 减去4i， 它就等于 A 加 BI 减4i。就等于 a 加 b 减4倍的 i， 显然呢，它们俩的差依然是个复数。那么这样一个复数的模，当然就等于它的实部的平方加上虚部的平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等号右边，又提到 J1 减 5i。它就是 a 加 bi 减 5i 等于 a 加上 b 减5倍的 i， 它们俩的差呢也依然是一个复数。那么这样一个复数的模，当然就是实部的平方加上虚部的平方。两个模我都求完了，两个模是相等的，那么显然这部分是相等的。两个根号相等我就跳一步，两边直接平方，就得到 a 方加上 b 减4的平方等于 a 方加上 b 减5的平方，两边都有 a 方，我们把它约掉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不要直接开方，要直接开方呢 b 减4等于 b 减5，或者 b 减4等于负的 b 减5。我呢不想讨论，因此呢我就把它展开，b 方减去 8b 加上16等于 b 方减去10b。加上25，两边都有 b 方约掉，把负10b 移到左边来，就变成了2b， 把它移到右边，25减16是9，所以呢，这个我在整理已知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，b 被我找到了。a 呢依然是不知道的，没有条件得到 a， 那也没有关系，所以呢 J1这个复数现在就变成了 a 加上9/2， J1 这个复数它在复平面内所对应的点就是 a 到2/9，显然呢这个点是个不确定的点，因为它的横坐标是不确定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条件像刚才一样，他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第二个条件呢，又涉及到另一个复数 J2， 只要提到复数，我们就要设复数 J2， 它就等于西加的 i， 题中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，J2 减1加上2i， 它当然就等于西加的 i 减1加2i， 它依然是个复数，继续整理成西减1加上的加2倍的 i， 那么这样的一个崭新的复数要求模，就等于根号下西减1的平方加上虚部的加2的平方。这个模人家给我了，它的值呢，它的模就等于2，所以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方程。你看到这儿也没有什么难度，只是呢相比较别的复数而言，过程多了一点，稍微复杂了一点，繁杂了一点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要干什么？这个式子放在这是没有意义的，接下来我就要挖掘这个式子的几何意义，也就是这个式子在表达什么？它表达什么呀？
我就想到了两点间的距离公式。坐标平面内任意两点间的距离是 x1 减 x2 的方加上 y1 减 y2 的方，取算数根，它正好是两点间的距离，所以我就发现西和嘚我并没有求出来 ，z2 我并不知道，但是呢，这个式子表达的含义我知道了，它表示西逗嘚这样的点与1逗负2间的距离，它的距离是啥呢？距离恰为2啊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剖析啊。实际上任何问题就是已知了什么求什么，我们需要做的呢，就是看这已知和求有什么关系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剖析啊，这样的两个点之间的距离，我发现西和嘚都是不确定的，显然它就是个动点。1逗负2是确定的，那人家就是一个定点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一个动点到一个定点的距离是个常数。好，大家回想一下。一个动点到一个定点的距离固定等于一个常数，那么那样的点的轨迹，那样的点的集合，是不是就是个圆啊？原来西逗嘚这个点不确定，它在一个圆上在动。什么样的圆呢？显然1逗负2就是圆心，所以接下来我就画一画图，我把能够表达的要么用代数式来表达，要么用图形来表达，尤其是用图形来表达，它就一目了然啊，一切都在图上。好，定点是横坐标为1，纵坐标是负2，是这样的一个点。一个动点到它的距离固定就等于2，那样的点有无数个，那样的点的集合就是一个圆儿。那么这个圆儿的半径就是2啊。我们发现它的横坐标是1，纵坐标是负2，它到 x 轴的距离恰好是2个单位，恰好是半径，所以这个圆儿呢和 x 轴是相切的，切于这个1逗0这个点，相切的这个切点是1逗0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4个备选答案，我们逐一的看。第一个 z1 的模大于 z2 的模。当我看到第一个 a 的时候，我就想 z1 不确定，那它的模也是不确定的。但是呢 z1 呀，它所对应负平面的点纵坐标是确定的，9/2，这是4.5，我要把它画一下。1、2、3、4，往上再画一点儿，这个是5，那么4.5大概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9/2。它的横坐标不确定，但是纵坐标永远都是9/2，那就说明 z1 它所对应的点就落在了平行于 x 轴，或者说垂直 y 轴 y 等于9/2的这样的一条直线上。它落在这儿了。那么显然呢，当它落在不同的位置，它的模是不一样的。由于我这条直线是无限延伸的，所以它的模没有最大值，它可以无限的大。但它有没有最小值呢？非常明显，它有最小值。如果 a 取0，那么0逗2/9，也就是 z1 在浮平面内所对应的点就落在0逗2/9处的时候，它的模就是最小的，它模的最小值就是9/2个单位，因为这是坐标原点。所以呢，它是不是一定比它大，它就更不确定了。西我们也不知道，嘚我们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西逗嘚所确定的点在这个圆周上那你不确定它要比它大，那我们就想到可能是它的最小值，如果它是正确的，那么它的最小值就得大于它的最大值。它的
最小值我们已经找到了，那么 Z2啊，它在浮平面内所对应的点，西豆的确定的点，在圆周上，那它的模呢？我们看一下 Z2的模，它就等于根号下实部的平方加虚部的平方，西豆的西方加的方，它其实就是西减零的平方加上的减零的平方，它也表示两点间的距离，它的模不确定。它是这个圆上的一个点西豆的和坐标原点间的距离，那它显然是有限的，一定是有最大值也有最小值的。那么我要找圆上的一个点到原点的距离的最大值和最小值，我首先要找谁呢？我要找圆心，圆心到原点之间的距离。同学们看到啊，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，这条折角边是2，这条折角边是1，那么圆心到它的距离恰好是根号5，它是斜边，2的4加以根号5。那么是哪一个点到原点的距离最大呢？把这个线段啊做反方向的延长，也就是圆心到原点的距离再加上一个半径，当西豆的所确定的点落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它到原点的距离，也就是它的模是最大的，没有比它更大的了。很显然呢，这半径是2啊，原来 Z2的模它是有最大值的，最大值就是根号5加2。那有没有最小值啊？有，但是最小值我们没有必要再求了，我们只要判断它是不是正确。因为它们的模都是不确定的，你只需要看它的最小值有没有最小值，你的最小值是不是比它的最大值还大？如果做到了这个，那当然就是正确的了。啊，但是呢，顺便我们也说一下，因为都做到这儿了嘛，我们也找一找它的最小值吧。Z2的模它的最小值是谁呢？当然还是圆心到原点的距离，然后减掉一个半径啊，这个地方有点小。当西豆的确定的点在圆周的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它到原点的距离就这么一小丢丢。啊，西豆的在圆周的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它到原点的距离，也就是圆心到原点的距离减掉一个半径，它的最小值就等于圆心到原点的距离是根号5，然后减掉一个半径2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判断 A， 判断 A 它的 J1的模啊，给大家表达一遍也可以，就是 A 的平方加上9/2的平方，就是 A 减0括号的平方加上9/2减0括号的平方，也就是这条直线上的点到原点的距离啊，所以它有最小值落在这儿。那只需要比较9/2，它的最小值现在是9/2，只需要比较9/2和它的最大值根号5加2，谁大谁小就可以了。啊，根号5约等于多少呢？约等于2.3几啊，我们可以乘一下，2.3，2.3，3×3=6，2×3=6，2×3=6，2×4。你看，这都已经5.2多了啊，都已经超过5了，所以它呢，它可能还不到2.3，就算它是2.3加上2，它才等于4.3，它呢9/2是约等于4.5，所以我们就知道 Z1 的模一定是大于 Z2 的模，那么 A 就是正确的。所以同学们，你看这个难吗？题中说什么你就做什么，顺理成章，它一点都不难啊，就是过程冗长了一点儿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第2个问，这个 B 呢，它是 J1 拔除以 J1
它的模是等于1的。那这里边呢，大家就要积累一个小结论，什么结论呢？就是 Z1 比上 Z2，它的模就等于 Z1 的模比上 Z2 的模，这是一个小结论，我们要把它记住啊。那对于这个 B 来说呢，那显然它就等于什么呀？ Z1 的模比上 Z1 的模，它当然是等于1啦。为什么呀？大家想 ，Z1 的模是根号下 a 方加 b 方 ，Z1 的模它是根号下 a 方加 b 方 ，Z1 呢是 a 减 bi。Z1 的模它也等于根号下 a 方加上负 b 的平方，也是 a 方加 b 方，它俩的模是一样的，当然就等于1，所以 b 呢也是正确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啊 ，Z2 减 Z1 拔它的模的最小值，那我们就求一求吧。Z2 减 Z1 的拔它是什么呀？它的模又是什么呢 ？Z2 减去 Z1 拔 ，Z2 是西加的 i 减去括号。Z1 是 a 加 bi，Z1 拔就是 a 减 bi， 然后展开西加的 i 减去 a 加 bi， 实数放到一块儿，也就是西减 a 加上的加 b 倍的 i， 它依然是个负数，那么这个负数的模 Z2 减 Z1 拔，它的模就等于根号下西减 a 的平方加上的加 b 的平方。我们现在已经很适应了，凡是看到这个，立刻就想到距离，也就是负数，它是有几何意义的。那它又表示啥呢？它就表示西逗的这个点与 a 逗负 b 间的距离。b 我们已经知道了 ，b 是9/2啊，所以它就是负的9/2呗。西逗的点就落在这个圆周上了。a 逗负9/2呢 ？a 逗9/2是在这条直线上。a 逗负9/2呢？负1、负2、负3，最底下的这个点它是负4啊，因为半径是2，半径是2，然后这个是负5，负的9/2，孩子们看到了吗？就在这条直线上，这个是负的9/2。西逗的这个点到这条直线的最短距离啊，它要求最小值吗？当然是我要找圆心到这条直线，圆心到这条直线上有无数个点啊，谁是最小的呢？当然是做垂线呐，这段距离是最小的。那么西逗是在圆周上，所以当西逗这个点位于这儿，也就是圆心到这条直线的距离，减掉这个半径，当西逗所确定的点落在这儿的时候，它到这条直线的距离就是最短的。我们清楚地看到，这是负4，这是负的9/2，也就是负的4.5。显然，这个小小的距离是0.5，也就是1/2个单位，所以它的最小值等于1/2，对不对呀？对了，西也是正确的，这有何难呢？好，最后我们再看一个的 ，Z2 减 Z1 它的最小值等于是，那我就再表示一下吧 ，Z2 减 Z1 它就等于西加的 i 减去 a 加2/9i， 因为 b 是9/2带到这里来，西减 a 加上的减2/9i。
那么它的模 Z2 减 Z1 的模就等于根号下实部的平方加上虚部的平方。它表示的啥呀？当然，它表示的是西豆的这个点与 A 豆9/2间的距离，它又是距离。你看，找到它的几何意义。它的距离最小值是4，西豆的在哪儿？圆心到，因为你那个点在这条直线上嘛。圆心到它的距离去掉一个半径，当西豆的位于这儿，位于1到0的时候，它到它的距离是最小的。显然这个距离是9/2，它是4.5，而不是4，所以呢，的就是错的。好，所谓的难题呀，它是由好多个知识点构成。你只要按照原则去做，题中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然后做着做着就顺理成章，水到渠成。所以我们不要被难题所吓住。好，今天我就讲到这儿。